们好，我是石头。大家还记得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吗？之前我来过一次，我的朋友也就是两姐弟租下了这栋房子，拍摄短视频。20年的时间啊，好像租金是1800，一次性付清的。我们再次过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做的怎么样，然后呢，房子的改造究竟到什么程度了？其实啊，这栋房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门前的视野特别的开阔，面对着大山，还有这边的石头墙很有特点。这边啊放了一些玉米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石头墙呢和木房子好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搭配，都是从山上捡回来的石头。70多年之前，这边呢是没有水泥的，全部用泥土加上石灰，加上一些鸡蛋清做成的粘合剂，把房子垒砌成这样子，坚韧而不倒。看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然是保存的非常完好。整个小院啊，他们现在已经清理出来了，给人的感觉豁然开朗，对不对啊？对面的大山一览无余，景色啊真的很不错。还有这棵树啊，觉得挺有特点的，弯弯曲曲长在院子里面，青山绿水长。反正湘西的大山里面，我觉得走了很多村子，像这样的房子呢，算是不多见的。很多朋友啊，上一次看过我的视频之后，都想，让我去给大家找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房租这么便宜，然后呢，自己也想进行养老。那现在东东呢，在这边清菜，现在炒什么菜东东？辣椒炒蛋，西红柿炒辣椒。哦，有这么多辣椒，全是辣椒。看我们湖南人啊，吃辣椒都很厉害。这个小西红柿呢，应该是本地自己种植的，对自己种的。本地品种，很小的。当然，它吃起来比较酸，放点辣椒很开胃的。东东呢，一把好手，炒菜，改造房子，还有拍摄视频，样样都能做，是吧？他们今天呢，好像是熬制一个桂花蜜酱。现在呢，他们的房子改造呢，刚刚和交谈了一会儿，他们说啊，暂时停下了，然后呢，先做一些手工的一些制作吧，比如说做一些罗汉果的酱啊，做一些桂花蜜酱啊，主要是传统的一些手艺吧，这样子，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完美的农村生活。整个小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将近有80多个平方。以前我来的时候，我记得这边都是长满了杂草，现在呢都被他们清理干净了。外面我们也清理，外面也清理。对，那个2棵树下面以前长得好高那个草。你看，现在整个小院啊很不错。把它收掉。这边呢有一些黄杨，我们这边是叫做万年青。现在也是不挡住视线的，还是挺不错的。门口呢有几棵桃树，一户啊就是农村田园小院的样子。对面的笔架山啊倒是非常的漂亮，有独特的风格。大家看起来像什么呢？我感觉啊像一头沉睡的狮子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啊？现在这边啊熬制的就是桂花蜜酱。今年大家都说啊桂花不开花，实际上也是开花了，只是说好像延迟。我们整个湘西这边呢应该是延迟了接近1个半月、2个月左右吧。看这里面熬制的就是桂花，然后呢加的应该有些枫糖，这样子的，应该熬制的时间比较久了，现在已经变得浓稠了。待会儿呢就要冷却装瓶。这一锅啊整整好像花了1天的时间。我是刚刚才到这边，刚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早上去采这个桂花，然后呢准备材料又清洗，所以啊是忙了一整天的时间。他们这栋房子啊，现在整个前院呢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。以前我们来的时候，这边是堆了很多柴，现在都清干净了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一堆
里面是领子还没有清。房子里面呢也打扫了一下，但是好像现在不通电啊，所以里面的光线不太好，我们走进来看一下。这里面现在都要打灯了。现在还没有灯。是装一个灯。研究室修电线已经剪断了，后期我们要装电线。这栋房子啊没有多大，大概房子的开间呢有4.5米左右，房子的进深呢将近有6米，所以每个房间将近有20来个平方。现在我所站在的这边呢是堂屋，里面呢就是房间了。其实啊，这是我们典型的山西苗族民居啊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这样子，一般只有3间。以前啊，一户人家将近有7、8口，然后10来口也是挤在这样的房间里面生活，条件呢是挺艰难的。OK 了。啊，这栋房子这边呢以前是厨房啊，上面的屋顶坍塌下来之后啊，这里面都长满了杂草，10多年没有住人啊，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旁边还有一间呢。实际上这栋房子虽然是只有3间木房啊，但是旁边倒是地还挺多的。如果把这边重新修建啊，修一个茶室或者做一个户外的厨房，都是挺不错的。这边呢还有一小块空地，再过去呢是邻居家的房子。其实这边呢可以做一个隔断，打一个院墙，都是挺不错的。而且啊，这边的风景也是非常的不错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看对面的山啊，长得是非常有特点，而且门前的视野特别开阔吧。这栋房子的外面呢，就是好几十亩的土地，还有稻田。其实来到这边啊，给我的感触挺深的，联想到我改造房子的目的。之前我有给大家说过啊，其实我这个人呢是比较念旧的。这么久以来呢，我走到农村里面，看到很多这样的房子。其实以前都是非常热闹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。但是呢，随着年轻人走到城市里面去生活，慢慢的，农村老家的房子啊，没人打理，没人居住，最后倒塌。去年我改造了河边的那栋房子，今年呢又继续改造江边的另外一栋房子，花费都非常的大。那2栋房子啊，给我的印象就是风景非常的好，看着它没有人居住啊，最后倒塌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呢，我把它租下买下，然后呢花费巨资给它改造出来。改造出来之后呢，前2天我一想到，哎，里面有很多房间可以直接入住的，那我的粉丝朋友啊，我改造好了之后，可以直接过来入住，付给我一定的房租。这个样子呢，既能够把老房子给它修缮利用起来，又能够维持我拍视频继续下去的一个基础吧。我觉得，做什么事情呢，首先不能让自己亏得太多，投资一定要想到回报，对不对？朋友们啊，现在东东和石老三在那边做一些手工，制作的是桂花蜜酱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比较好奇一个问题，想问大家啊，他们租下的这栋房子，本来原计划呢是准备改造房子，然后拍一些房子里面的生活，这样子去记录的。现在临时决定，房子的改造先搁浅，然后呢去做一些手工的视频。你们觉得到底哪种视频更能够吸引人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我们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拍摄工作，暂时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